高达 IP 快死了，已经没人看了，其实是蒸蒸日上啊。提到高达 IP 现在的处境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现在的高达动画越来越难看了，都没啥人关注高达了，这个 IP 马上就要死了。可有的时候啊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，咱们高达圈粉丝的认知实际上啊，往往会有些局限了，也导致认知上呢会有些偏差。今天啊，就让我们摆脱这个圈子言论的束缚，以各类相对客观的排行榜作为参考，看看高达 IP 当前真正的状态吧。咱们先说动画方面，这个啊也是高达的基本盘。回顾这个 IP 的动画历史，也曾经啊有几次高光的。一个是高达 Zeta， 在元祖高达于动漫界崭露头角之后，高达 Zeta 无论是在大众期待度上，还是作品的完成度上，都达到了高达历史上的第一个巅峰，口碑销量双丰收。随后呢，在经历了 ZZ 与 V 的低迷以后， G5 的传结束了 UC 宇宙线性叙述模式，新机动战记也就是平成3部曲开启，其中呢 W 的人气最高，虽然啊到不了 Zeta 的高度，但贵在打开了海外市场。咱就不说欧美市场了啊，就是中国大陆这边 W 吴小强啊都是那个年代无数人的第一台模型。随后在 X 和岛 A 两部剧上，高达2度遇冷，接着呢就是兼用卡战士高达 C 的问世，凭借着出色的机设、令人难忘的音乐以及对少男少女特工的狗血恋爱剧情，高达 C 的成为那几年动漫圈的顶流，也是高达 IP 的第二个巅峰时期。大量涌入的新粉与老 UC 粉丝形成了对立，基本上算是一刀把高达粉丝分成了两个部分。而随后推出的00更是万代最寄予厚望的一部番剧，从剧情打磨到作画预算都是直接拉满，也是当初日本第一部正式放送的高清动画。之后的故事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啊 ，AGE 这副国又是2连跌，这副国跌的有多惨呢？现在唯一一部没有出1:100比例高达模型的 TV 番剧，我不说是谁哈，大家都清楚，人家水魔刚播出没多久啊，还出了一个 FM 呢。铁血虽然第一季有一点起色，但整体评价呢也被第二季的整活给摁得死死的。这期间扛起热度大旗的，反而是从 OVA 转过来的独角兽 TV 版，无论是作画水平还是机设与音乐，对于一般的 TV 动画那都是降维打击。当然了，由于一些动画的表现问题，依然不被很多老 UC 粉丝接受。最后呢，就是水魔在中国的，记住我说的啊，是中国的高达圈内那是唱衰一片，什么有史以来最烂的高达番，什么完全没有人关注的高达番，各种定义啊全都给扣上去了。要是以咱们的这个视角啊来顺这个高达番剧历史，好像真的是从10年以后，人气啊基本是一路下行，更是有很多人高呼00之后无高达。新的番剧要么没内涵，要么太幼稚，根本没眼看。首先啊，我们要承认高达老作品的内涵，包括大家经常提到的反战思维，确实在新作品中是有所欠缺的。哪怕是偶像剧 C 的，它毕竟也是某种意义上的 UC 重置啊，里面还是有不少战争的反思的，而这些正是老高达粉丝所热衷的点。但新时代动漫粉丝啊就不太相同了，他们其实并不在乎什么所谓的内核，片子看看有乐趣就行了。在很多老粉丝眼中，某些作品如果不叫高达，或许啊就看下去了，但这个底 buff 对于新粉来说那是完全不存在的，这也是会造成认知偏差的一个重要因素。老人不看新番，新人不看老番，这种观念的对立要比 C 的时期的圈内斗争更为要命。咱们就拿大家最近批判的比较多的水魔来说吧，校园高达剧、拉拉高达剧、LGBT 高达剧，这玩意儿正常人谁看呀？还别说，看的人啊还真不少。看看2023年推特话题榜，水魔在动漫领域直接是拔得头筹，成为受关注度最高的日漫，甚至在总榜里边都拿了第3。有的人说他这么火，我咋没感觉到呢？因为水魔国内没有正式引进啊，我见过太多的人想看水魔都不知道去哪里看，毕竟找网站下载追番的技能现在已经快濒临失传了。水魔面向呢又恰巧是这部分不会下动漫看的新时代动漫爱好者，导致了想看的新人看不到，不想看的老人不去看，那自然是没有热度。当然了，我也不是洗水魔啊，水魔我自己也是追到7、8集就没有再追了，我只是阐述这个客观事实啊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刚才咱们说的还是高达正剧的部分，对于大家诟病的年轻人不看高达的问题，其实啊焦达系列就完全弥补了这部分空缺。我见过太多的学生群体就是通过焦达番剧才了解高达这个 IP 的，虽然我个人也尝试了好几次看焦达，却实在是看不进去，但不能否认的是，焦达在吸收新人方面算得上是头功。万代的策略也很明显，不断的出高达正剧以及老系列的高达剧场版什么的，将老人留住，再通过焦达融入新鲜血液。这个打法目前看来啊，效果也确实很好。说完了动画呢，再来看看模型。模型这边就更不得了了啊！如果说动画那边的热度还是分海外和国内市场，认知有偏差，模型可就真的是风景这边更好了。我们上期视频中就讨论过，过去啊都是靠高达动漫打广告来卖模型，现在呢可能恰好相反，模型的破圈速度要远超动画本身，很多人反而是买
买了模型才来看动画。尤其是这几年，高达基地开始入驻中国，咱多了不说啊，就拿上海司机师傅举例，自由立项刚建立时，我去上海打车，说去高达雕像那儿，司机师傅说高达是啥啊？我说就是那个大型的变形金刚啊，司机这才听懂。而过了1年以后呢，当我再去上海时，又上车说去高达立项那里，司机师傅还真听懂了。这就是线下店带来的影响力啊！当然了，也不是说因为有了线下店，品牌效应才起来，而是万代经过调研，发现国内模型购买力啊，确实是越来越强了，才会下血本投资线下业务。要知道高达立项这玩意儿，除了日本啊，也就中国有了。说一个中国是高达第2大市场，没毛病吧？有人说中国是高达第2大市场也没啥呀，高达本来就是个小圈子的东西，当它的第2大市场有什么意义呢？来啊，咱们来看一组数据。2023年双11 IP 价值榜，高达超越了奥特曼，仅次于迪士尼全 IP， 排名第2。这个名次啊，想必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吧？明明身边就没几个玩高达的呀，怎么排名比变形金刚还高了？然而呢，这个就是事实。与咱们圈内认知不同的是，高达被划为潮玩这件事呢，在圈外人眼里，这还算是给它贴金了嘞。毕竟国内是潮玩概念先火起来的，后来呢才把高达也给放进去。抛开潮玩这个词在圈内不太好听，我个人啊倒也不是太抵触。虽然更多人来买模型，导致模型市场被倒狗盯上，好模型被炒上天价，我也挺难受。但是呢，想到自己热爱的 IP， 喜欢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我还是打心底高兴的啊。而放眼全球市场呢，就算在高达00之后，也就是大家所谓的人气1年不如1年的时期，高达周边的销售成绩也一直在万代本家排第1的。只是前几年呢，龙珠表现太亮眼，把高达给比下去了。但就算如此呢，高达的销售额啊，也其实是呈增长趋势的。甚至在今年呢，高达又反超龙珠，再次成为万代当家花旦了。这可是实打实的用成绩说话。有人说不对呀，很多老粉丝都退圈了，不咋买模型了 ，MG 也是1年比1年少了，模型部不都快凉了吗？哎，来看看这个表啊，2023年的模型销售额年报，基本呀是水模图榜，这也验证了2个事实，一个是水模的热度呢是实打实的，直接体现在模型销售上的，一个是模型销售的主力始终还是 HG， 出了一部新番动画 ，HG 卖得好，当年的销售额啊就不会愁。所以总的看下来啊，高达不论是动画还是模型，现在绝对不是什么半死不活的状态。我能理解很多人不太喜欢现在动画，不太高兴万代不咋出 MG， 但其实跳出咱们这个已经有点固化的小圈子来看，高达呀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老 IP。也希望大家少一些固执己见，多一些包容，把心态放平，去喜爱这个顺应市场生存的 IP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